里面是一些农具。哇哦，这上面啊是一个很长的通道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河南甲沟村的乔家大院，你看这个村子啊，是不是还挺古香古色的？而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一个绣楼呢，就在这个木门的后面，是不是特别的古老？你看这两边啊，还有对称式的凤凰的这个浮雕，寓意着吉祥吧。哇哦，你看这门啊，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哦，房子啊都已经坍塌了，那上面的2楼的木门还有窗户。是一个挺深的长廊，里面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了，两边应该是其他的人家吧。前面的坍塌特别的严重。哇哦！你看这里的墙啊，全部都已经倒塌了，只剩下了这个木门的门框。哇哦！这得钻进来啊！哇，特别滑。周围这建筑啊，全部都坍塌了。哇哦！这个绣楼啊，就在这里了。旁边还有一些建筑，不过看上去窗户啊，你看都掉落下来了。哦，上面锁上的。你看这个古树啊，长上来以后呢，快要把这个房子都压塌掉了。也锁上的。你看这个绣楼啊，它底下有一个蛮高的阶梯，然后从这里呢上去。据说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这个女子的地位一般都会比较低，从她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家里面的人便把她们当成了外人。他们认为这些女孩啊，学这么多东西没有用，只需要写会名字就可以了。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，所以平时为了不让这些女孩到处活动，就会把绣楼啊修到2层。那这也多出现在大户人家当中。一般的女孩啊，约莫是10岁左右的时候，就会被送进绣楼，然后白天家人或家丁吧，就会抽调1楼通往2楼的楼梯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进了绣楼，白天是不允许出来的。而这个绣楼里面大多都比较的低矮，比其他的建筑要小一些。虽然有窗户，但你看，透过这么狭小的窗户，最多只能看到隔壁的高墙。那这样的目的呢，主要是防止啊他们在闲暇时间呢到处的张望。那他们每天的工作也就是织荷包或者说是绣花。你想，在这样的环境非常的压抑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待在狭小的空间当中，他们能不怨愁吗？所以才会有了女子进绣楼1年300酬的说法。你看这个比较高比较陡的一个台阶啊，刚才我数了一下，一共呢大概有13层左右。那这13呢，应该就说明了是这个女子啊13岁的时候进的绣楼，然后14岁呢蓄长发吧，15岁啊就可以出嫁了。而如果等到女子20岁都还没有出嫁的话，那就可以出家了。你看这里有很小的一个缠绕线的木架，我想这应该就是曾经的那些女子啊
他们用到的工具。你这古老的台阶啊，上面还有雕花，装饰其实还蛮别致的。这门是锁上的，你看，哇哦，这里面有一把太师椅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绣楼里面放一把太师椅啊？哇，真是蛮奇怪的。连左右两边啊，还有对称的石槽，装饰也是挺有特色的。不过从这里啊，应该进不去了，到下面去看一下。这后面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。你看，这里同样有一个拱形的门，上面特别高的围墙，这好像是一个厨房吧？那上面的雕花挺精美的。这拱形的房子里面啊，是一个灶台。这里还有放东西的地方，两边是对称的，地上有很多稻草。这里还有农作的用具，这外面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，堆了好多的树木。哎，你看，这旁边好像还有一个门，这门好像是开着的。哇，开了！什么东西？哎，特别的深。走，继续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特别的阴冷啊！你看，左右两边有一个柜子，这里还有一个老式的自行车。这柜子上面全部是蜘蛛网，看一下里面。哦，空的。这老式的自行车，70、80年代的时候非常流行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切割机，这里以前应该是放花，或者是放画像的。下面这装饰啊，特别的精美。这里还有干农活的一些叉子。哇，好多的柜子啊！里面也有这样的柜子，打开看一下。哇哦，你看，煤油灯，哇，特别古老啊。还有火柴盒，你看上面的这个蜘蛛网，你就能想象这个地方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。看这个煤油灯。这户人家以前是修自行车的吗？
里有好多的自行车。看，这里又有柜子，这是节约空间啊！大家看一下。有一些书、本子，诗词4首，祝科学大会。上面还有一个坛子。你看这衣服。哇哦，霉烂不堪，关上。看这些老式的自行车，现在只剩下轮毂，特别的破旧。这在以前可是非常昂贵的，凤凰牌自行车。看这里面。没有什么东西。这里有一辆比较完好的自行车，这可在那个年代啊，绝对是非常值钱的宝贝了。你想，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自行车、手表。谁家能有一辆自行车的话，在手上有一块手表，在胸口带了一支钢笔，那可是富贵的表现啊！这里还有一个木门，挺长的，上面写上了繁体字“青云路”，这难道是要去上青天吗？里面是一些农具。哇哦，这上面啊是一个很长的通道，但是并没有阶梯耶。这难道是通向2楼的吗？那如果是阶梯的话，这个人也没法走上去啊，这么窄。难道是以前古代的小姐又瘦又小吗？这不太可能啊。那我现在如果站进去的话，已经都完全没空间了，何况再加一个阶梯呢？所以给我的感觉啊，这应该不是通往2楼的阶梯，而是那些丫鬟啊，他们给这些千金小姐送饭的时候传上去的一个通道。你想到饭点了以后呢，那些千金小姐又不能下来，所以就把这些饭菜啊放在一个盘子里面，然后再这样吊上去。哇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上面的高度应该得有3、4米，甚至更高。显然我已经没法再上去了。没想到啊，在这样的房子里面，竟然暗藏玄机啊！青云路，不过在这里面待着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哇，我的天，出去了！
总算是出来了。刚才在那个负一楼里面啊，真是有惊无险，不过特别的压抑。虽然我没有走到这个楼上，但是你看我手啊还在颤抖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再看这一栋绣楼，回想起刚才的那些场景啊，我突然想到了一首唐代诗人李白的五言绝句，那就是美人卷珠帘，深作平蛾眉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想当年啊，这些绣楼里面的千金小姐，她们只能透过这个狭小的窗户，看到外面的一轮新月，还有自己家里面这个粗大的梧桐树的树枝和树叶，她们又作何感想呢？好吧，那这一个古老的绣楼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现在在河南乔家大院的乔氏绣楼。那我的旅行呢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传闻中的古代绣楼，今天终于有幸看到。百年的建筑仍然悄悄地屹立在这里，看着时光的流逝，历经了沧桑，一切就像风云变化，过眼云烟。昔日的院落已经不太完整，不过就像这落魄的建筑背后，好像还能隐约地看到曾经那绣楼中的女子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但真正的辛酸与回忆，快乐与悲伤，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吧？谁知道呢？在下一集中，阿生会去探寻传闻中的状元府，曾经众人的仰慕之地，而如今却落魄不堪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恶劣的天气与糟糕的道路，阿生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突发的遭遇呢？状元的家呢，就在那个上面了。